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Nice 乒乓教学。大家好，上一期我们讲了拉下旋的简单方法，前面也讲过摩擦球的手感。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讲一个特别细节的问题：正手和反手拉下旋的时候，站位到底有什么区别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过，很多人都不会注意。因为这个差异非常细微，但是如果你打定点球，尤其是用发球机反复练习正手反手拉下旋，就会慢慢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同样的来球，正手和反手的站位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我也是在自己用发球机练球的时候，再结合平时打球慢慢发现并总结出来的。正手比反手站得更靠前。那我们先直接说结论，正手和反手到底谁离球台更近？直接说结论，正手站位更靠前，反手站位更靠后。这个可能很多人真没注意。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正反手拉下旋的训练视频，会发现这个差异其实挺明显。假设来球的速度、旋转、弧线和落点全部一样，我们用正手拉的时候，身体通常会更靠近球台。为什么？根本原因就是正手击球多了一个侧身转身的动作。正手击球点是在我们身体的侧面，当我们转过身以后，击球点其实更靠近我们的脚。所以虽然看起来我们身体转开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和球台之间可以站得更近。也就是说，正手因为有一个转身动作，身体给击球腾出了更多空间。对，正手转身以后，身体的空间被打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站得更靠前一些。但是反手就不一样，反手主要是在身体前方击球，身体不会做特别大幅度的转身，这时候击球点基本就在身体和球台之间，所以如果站得太近，身体前面的空间就不够，因此反手拉下旋的时候，站位就需要稍微离球台远一点。所以这不是说正手一定要站得近，反手一定要站得远，而是因为两个动作的击球位置不同。没错，核心就是正手击球点在身体侧面，反手击球点更多在身体前方，击球位置不同，合理站位自然也会有差异。为什么正手容易漏球，反手却容易被顶？这个地方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，很多业余球友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正手经常漏球，但是反手又特别容易被球顶住。对，而且这两个问题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。站位。没错，我们先说正手为什么容易漏球。正手动作相对比较大，需要转身，需要更多时间完成击球，所以正手对盯球的要求更高。如果来球稍微快一点，稍微长一点，或者落点发生一点变化，你就容易来不及，于是就会出现漏球，甚至打到拍子的边缘。这个我太有体会了，明明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结果球一过来，拍子就是差那么一点。这就是因为正手动作比较大，击球需要的时间更多，所以正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，而反手恰恰相反，反手动作比较小，不容易漏球，但是反手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容易被顶指。为什么？因为反手必须在身体前方击球，如果你的站位还是按照正手的站位来，离球台比较近，那么反手前面的空间就会变小，球一过来，你会发现球还没到最佳击球点，已经顶到身体附近了，这时候你想发力也没有足够空间，所以正手容易漏，反手容易被顶，其实都是站位没有根据击球方式进行调整。对，这和刚才讲的正反手拉下旋站位差异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是正手力的打法，你的站位本身就会相对靠近球台一些，但是同样的位置如果用反手击球，留给反手的空间就会少一点，所以反手就特别容易被顶住。一个非常简单的调整，主动退台。那实际打球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调整？总不能每打一板正手反手就来回调整位置吧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我们平时的基本站位大概就是离球台1步左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距离比较方便移动，往前1步可以处理近台和台内球，往后1步也可以处理稍微长一点的球。整体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覆盖各种来球的位置。但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正反手差异，可以做一个很小的调整。反手拉下旋的时候，可以基本保持原来的位置，而到了正手拉下旋的时候，可以主动往前移动半步。正手反而往前。对，因为正手击球点在身体侧面，又有转身动作，所以可以站得更靠前，这样既能保证击球空间，也能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击球点。上旋相持的时候，站位还要继续变化。那如果下旋拉起来以后，进入上旋相持，站位是不是就不用变了？这时候又要发生变化，比如进入上旋相持以后，如果你是正手快带，基本可以保持原来的距离，不需要马上退台，因为快带动作比较小，击球速度也比较快。但是到了反手位就不一样了，又容易被顶。对，如果你还是保持刚才比较靠前的距离，反手来球速度又比较快，那么你很可能来不及调整，所以在反手相持比较多的情况下，需要适当的再往后退一步，也就是说可以保持离球台大约2步的距离，这样反手位相持会更加轻松。那正手位呢？正手位也会得到一个好处，因为距离稍微拉开以后，正手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发力，这样你就不需要每一板都用正手快带，而是有条件使用更加完整的正手发力动作，甚至可以主动反拉。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。刚开始接下旋的时候，我们离球台比较近，拉起来以后进入上旋相持，尤其是反手相持增加的时候，就要主动退台。对，站位不是固定不动的，它一定要跟着来球的旋转速度、落点以及你准备使用的
的技术一起变化。5. 把这个规律记住就够了。那我们把今天的内容简单总结成一个规律。可以，一般情况下接下旋时离球台1步左右，进入上旋相持以后，尤其是反手相持比较多的时候，可以保持2步左右的距离。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，不同人的身高、步幅、打法和技术都会有区别，重点是理解这个站位变化的逻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死记1步或者2步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靠前，什么时候应该退后。没错，正手拉下旋可以主动靠前半步，反手拉下旋保持相对靠后的位置，进入上旋相持以后，如果反手相持比较多，再主动退1步，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的击球动作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。6. 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盯球不好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对业余球友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帮助。很多时候我们一打不好，就觉得是自己盯球不行。对，但有时候并不是盯球能力的问题，而是你的站位本身就不合理。比如说正手总是漏球，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盯球不好？但是如果你站位调整一下，让自己离球近一点，同时给正手转身留出合理的空间，可能马上就会稳定很多。反过来，反手总是被顶，也不一定是你反应慢，可能就是站得太近了。原来站位本身就是技术的一部分。当然，站位不是简单的站在哪里，它实际上是在给你的击球创造条件。站对了，你的动作空间更大，调整时间更多，击球自然就更稳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主动调整，而不是站在一个位置上等所有球。总结。好，今天我们讲了一个看起来特别小，但是实际非常有用的细节：正反手拉下旋的站位差异。简单总结一下，正手拉下旋，因为有侧身转身，击球点在身体侧面，所以站位可以更靠前。反手拉下旋，因为击球点主要在身体前方，所以需要稍微离球台远一点。如果正手经常漏球，可以考虑是不是站得太远；如果反手经常被顶，可以考虑是不是站得太近。进入上旋相持以后，尤其是反手相持比较多，可以适当退台，给自己留出更多时间和空间。所以一个很小的站位变化，就可能让正反手的稳定性明显提高。而且大家现在就可以去试，下次练定点球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机械的打，特意观察一下正手拉下旋的时候我站在哪里，反手拉下旋的时候我站在哪里，然后主动调整半步，看看击球感觉有没有变化。很多技术问题并不一定要靠增加力量、增加训练量来解决，有时候只是改变一个小小的站位，就能让你马上感觉不一样。理解站位的差异，主动做出调整，才能让正手和反手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水平。大家理解了吗？那就别光听，下一次练球的时候直接去试一试。我们下一期继续聊乒乓球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也欢迎大家来东谷乒乓训练营，一起练球，一起提高。我们下期见。